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，曾经看不起她的人都闭嘴了。今年爆剧尤其多，但若要论数一数二，风吹半夏绝对榜上有名。在某平台上，风吹半夏的评分高达 8.4 分，除去剧情节奏不拖沓，服化道够给力外，主演赵丽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网友评价道，赵丽颖和其他同期演员真的不是一个 level 的，演啥像啥，毫无瓶颈，现实版大女主，这就是赵丽颖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不再称呼赵丽颖为赵小刀，更没有人再提及她过往发表的低情商言论，甚至连恋情、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都在她身上砸不出水花。赵丽颖为何能逆风翻盘？无她，用实力为自己发声，用能力让别人闭嘴。侠不掩瑜，瑜不掩侠。赵丽颖的人生自带爽文内核，但又不纯靠金手指，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。我出生在农村，祖辈世代都是农民，农村生活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，也造就了我如今顽强的个性。英雄的出处来自于内心的强大，来自于对梦想的执着追求。你知道白日做梦和逆天改命的区别在哪吗？前者光是做梦，而后者为了做梦付诸了行动。1987年，河北的一个农村里，赵丽颖出生了。父亲是民警，母亲是百货店店员，两人出于工作繁忙，便将赵丽颖托付给村里的爷爷奶奶照看。收麦子、摘棉花、剥玉米棒子，这些常人看来十分辛苦的农活，组成了赵丽颖的童年。都说越贫瘠的地方，重男轻女的思想越重，赵家却是个例外。即便后来比赵丽颖小6岁的弟弟赵建飞出生了，爷爷奶奶也没曾让他受过半分委屈。因此，赵丽颖的童年虽是辛苦，但也活得痛快，玩得潇洒。赵丽颖之于世界的认识，全靠家里那台小小的电视。赵家经济条件虽说勉强，但疼爱孩子的赵父赵母还是咬牙为孩子们增添了休闲娱乐环节。成为荧幕上的大明星，或许是每个小孩童年都会做的梦，赵丽颖尤其。她看着舞台上熠熠发光的大明星们，忍不住期待，要是哪一天自己也能上电视就好了。或许是志不再学习，又或许是白日梦做多了。赵丽颖的学习成绩只能说是惨不忍睹，打破了女孩子成绩好这一惯例。初中毕业后，成绩一般般的赵丽颖进入了一所中专学校，开始学习空乘专业。虽然无法站在舞台上受万人瞩目，但每天化着精致的妆容，拉着行李箱在各国之间游走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赵丽颖心道。此时的她没有想到，空乘专业的确是吃青春饭，但它也需要一定的门槛，比如本科学历。然而这则行业规定，赵丽颖在中专毕业后才恍然发现，想要成为一名正式的空姐，赵丽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提升学历。可眼看父母两鬓发白，弟弟也正处于最需要花钱的阶段，赵丽颖只好选择放弃继续深造。放弃意味着几年青春全都打了水漂，更意味着无经验，非本专业。为了养活自己，赵丽颖穿梭于各个行业领域，或是发传单，或是服务员，又或是迎宾，干的尽是些廉价劳动力的活儿。我们的重新定义文明和财富的关系，贫穷从来不是好事，尤其是对选错路的年轻人来说。赵丽颖深以为然，她忘不了自己在餐馆不小心上错菜时的窘迫，更忘不了被顾客劈头盖脸骂的那1个多小时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若不做出改变，这样的场面将会在自己下的半辈子无限循环。于是他毅然选择辞职，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带有销售性质的工作。虽说销售和餐馆服务员一样，做的都是些服务类的活儿，
但这份工作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，更广阔的信息渠道。2006的某一天，赵丽颖在工作电脑上偶然发现了一则雅虎搜星的广告。冯小刚、陈凯歌、张纪中3位大导正面向全社会招募新星。赵丽颖不得不承认，她心动了，她想去赌一把，赢了，那就是白日梦成真，实现儿时抱负；输了怎么办？反正也两手空空，何来输不起这一说法。2. 人这一辈子的路，是自己怎么来就怎么走，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一辈子，要学会自己给自己盘算。人生的关键节点就那么几步路，走对了，那就更上一层楼；走错了，那就是满盘皆输。但无论对错、输赢，首要的是勇敢迈出第一步。几乎是在看到广告的第1秒，赵丽颖就决定报名参加雅虎搜星。旁人嗤笑，如你这般胆大的人，遍地都是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广告发布还没到1周，选秀报名人数就突破了4000，更何况这其中不乏北电、北戏等专业院校出身的人，更不乏胆大且艺高的人。赵丽颖却是想也没想，要问她哪来的勇气。她梗着脖子直言道：“重在参与，报都报了，怕什么？”不知该说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还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总而言之，赵丽颖就这般大辣辣的去往了现场。赛前，她甚至连一丁点的准备都没做。话本影视剧中常出现灰姑娘一鸣惊人的桥段，但故事是故事，生活是生活。回归现实，赵丽颖是这也不会，那也不行，唱歌、表演哪头都不出众。时也，命也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姑娘，竟还真让她给做到了。凭借一首《隐形的翅膀》，拿下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现在再回过头来看，赵丽颖的胜出真的是无解。在那个选秀盛行的年代里，草根、普通人的标签反而成了王炸，农村姑娘弯道超车反而成了节目最大的噱头。可以说，赵丽颖的成功是凤毛麟角，再难以复刻。拿下选秀冠军，是所有人为赵丽颖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然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赵丽颖并不打算止步于此。选秀结束后，赵丽颖签约华谊兄弟，先后与冯小刚、周迅合作拍摄了2条广告，但这已经是极限。都说进一步有1寸的欢喜，这句话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注解：进一步有一步的荆棘丛生。娱乐圈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成就了太多本不该成功的人。拼美貌，永远有人青出于蓝；拼才情，不得志的有梦之人大有所在；拼运气，命好的人又何止赵丽颖一个？要知道，农村姑娘成为选秀冠军是偶然，18线艺人蹉跎半辈子依旧是18线艺人，这才是常态。赵丽颖的这一步走了整整7年，这7年来，她扎根横店，穿梭于各大剧组，堪称内娱劳模。可努力如赵丽颖这般，却还是有大把人不看好她。人们说不出一个赵丽颖可能会成功的理由，但却有大把赵丽颖不会成功的理由。冯小刚认为赵丽颖没有专业背景，演技扛不住镜头的放大。其他名气不大的导演也是嗤之以鼻，说赵丽颖圆脸有局限，演不了女主角。就这样，赵丽颖的心态从胆大转变成不知所措，最后还生出了几股胆怯。一个人来到陌生的横店，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，做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说以前从来没说过的台词，头上戴着珠饰，战战兢兢，不知所措。我不懂，不敢和人打交道，也不敢请教人家。专业背景的缺乏，略带口音的台词，不被看好的长相，赵丽颖的这7年可以说是乌云笼罩，心理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但赵丽颖行事只有一条准则：
既然选择了，那就去承担，不问后路，不问归途。正是这股怎么也打不倒的韧性，为赵丽颖博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导演们虽说照样不看好她，却愿意为她多找几个镜头，多给她递几个质量上佳的剧本。《苍穹之卯》中的灵儿佳期如梦中的叛逆女孩，新版《红楼梦》中的邢岫烟，赵丽颖就这般一步难一步加地走到了观众面前。2011年新《还珠格格》火热开播，或许是珠玉在前，又或许是演技拉垮，这部翻拍的大 IP 被观众们吐槽的体无完肤，而女一女二的失利，反而造就了女三晴儿的火爆出圈。一句唯有晴儿可圈可点，将赵丽颖的名气彻底打开。随后宫锁珠帘的百合，错点鸳鸯戏点鸳鸯的苏焕儿，赵丽颖陆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，并成功打破了脸圆无法成为女主角的行业默认规定。赵丽颖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细水长流的力量，同时她的经历也无一不在警示公众，任何唾手可得不自我建设的人，即便把机会递到手中，他们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。2013年的韩剧可以说是如日中天，一部《继承者们》，一部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将国内市场炒得火热。网友感叹：内娱怕是要完了。内娱真的完了吗？至少2013年还没完。于正也第一个跳出来否定。陆贞传奇的评价一向是褒贬参半，有人说这是于正难得的好片，也有人痛骂于正歪曲历史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部剧的确带火了赵丽颖和陈晓两位新人，也为13年的大陆古偶交出了一份还不错的成绩单。爆火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味？赵丽颖不知道，即便她正在经历。黑料随热度增长，掌声中掺杂着无由来的责骂。赵丽颖有些惊喜，但更多的是惶恐。她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也发现了曙光背后浓影站得不够高。只有被约定俗成束缚，作品不够多，只会被后浪拍在沙滩上。陆贞传奇绝不只是终点。事实也正如赵丽颖所想，又或者说，赵丽颖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事态的走向。花千骨、楚乔传脍炙人口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，她也凭此成功跻身一线大花。赵丽颖用行动为奋斗和努力证明，所有的奋斗都有意义，所有的举动都可以改变世界。3. 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，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。85后的大花中，赵丽颖从来不缺话题，更不缺黑料。在与冯绍峰结婚之前，赵丽颖的感情生活可以说是扑朔迷离，更有甚者还有鼻子有眼的暗示，赵丽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朝阳 V 姐。网民蜡笔小球称赵丽颖就是高级外围，并爆料其坐台往事，宣称赵丽颖曾因为此事找他商量说过情。吃瓜群众直接找到了当年的第一狗子卓伟求证，而卓伟回答：英雄不怕出身低，刘备还卖过草鞋呢。黑料赚的是轰轰烈烈，但至今为止却仍没有人能拿出实锤。而那位胡乱爆料的网民，因为诋毁戍边英雄于今年被捕。除了隐秘的情史，赵丽颖最令黑粉们诟病的就是她那张先吐为快的嘴了。为此，网友们还为她取了个外号“赵小刀”。叶祖新和蒋欣前脚刚分手，赵丽颖后脚就称呼去他个人。社交平台串门的叶祖新为子勋前男友。跟郑恺接受采访，赵丽颖直言：真人秀都是剧本，我很不喜欢上真人秀。郑恺坐在旁边满脸黑线，要知道当时的跑男正陷于剧本风波。赵丽颖的耿直真的只是人设吗？答案是不尽然。被赵丽颖呛过的明星只会觉得尴尬，而像郑恺这般的只会是悔不当初。毕竟赵丽颖当年上跑男的时候，就曾因为名声低、咖位小的缘故，遭受到全剧组的忽视。最后不会游泳的她，
还险些被淹。可以说，赵丽颖直爽而又低情商的发言，为赵丽颖的黑粉们贡献了无数素材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其中也掺杂了渴望真相的不悟空明。从2018年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到今年的风吹半夏，赵丽颖似乎从来不满足于现状，就像网友感叹的那般：我要是像她一样跻身一线女星，吃老本，上综艺，做代言就好了，这样照样顾粉，照样赚钱。但是你看她，对自己好有规划啊。现在再来回顾那个问题，赵丽颖的成功真的很难复刻吗？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些报道，横店20万群演，美女泛滥，光棍遍地，但是成功者几乎是零。所以赵丽颖很难复刻，即便拥有爽文内核，这条路上的艰辛还真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。